我这个年龄不上则退，我必须既做设计又做运营。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自然的一个方式。其实是有一个在可能比较繁忙的一个地段，但是有一个能够度假放松的地方，是吧？因为做商业项目，你就需要给人以稀缺性，我能够提供给他们渴望却得不到的。就是用的《西西里美丽传说》的那个电影作为我们的一个设计的一个灵感来源。对我来说，我就想做一个差异化的一个东西。我就想，北京年轻人渴望什么却得不到。觉得这些北漂朋友们就是太苦了，就是渴望放松却得不到。对，轻松。所以当时您就给他做了一个整体的规划。对，让这些房子，比如说主楼，还有这小房子，我们全都利用起来。包括整个庭院，我觉得做商业就得把整体氛围都得打造出来。只改其中一个房子，那个效果不行。明白。所以当时您设计完之后，同时您还是这个的运营方。对，就整体的运营方嘛。OK。因为我从16年自己做设计公司开始做的项目，基本上都是带有一些策划运营性质的。但是做多了之后，其实你就想自己实践。OK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我也是觉得，如果我不走出这一步的话，我只做设计，我觉得将来会很危险。我必须既做设计又做运营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自然的一个方式。那您觉得现在咱们西西里村它的这个整个运营，您觉得还满意吗？我觉得80分吧。OK。整体上是满意的，但是肯定还是有些瑕疵的。比如呢？比如说我们到冬天，就北京的户外面积大，到冬天其实很难。今年会把整个这个广场都做个冰场。OK。这是我们另外一个新的尝试。然后去年我在新加坡也注册了设计公司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在做出海的项目。那您觉得出海会有市场吗？出海我觉得是有，但是出海对我来说算是2次创业。OK。就是因为你不管你在国内做的怎么样，对，去那之后其实都是一个陌生者的。对呀，它靠的是你国内的口碑吗？不是，我觉得是靠你国内的经验，你要去落地一些项目去证明自己。然后这个项目是唯一的一个2层空间，以前他们就是球场配套的一个会所，然后比较喜欢这种挑高的空间，然后把这儿做成一个鸡尾酒吧。其实都是东南亚度假的一个风格，我觉得比较好处就是那些两面都是采光。您能在这个就是细节上给我们讲一讲吗？当时为什么就设计的这种有点东南亚的这种度假风？如果是具体到这家店的话，因为 HiSeek 他们就是想做度假风，所以这个地方比如说藤编啊，还有这种木质，就想往东南亚那种度假方式靠一靠。因为酒吧是需要人沉浸下来的。这个是这里边唯一的一个包房。OK。并且这上面我们开了一个天窗，就那个窗户那儿打开之后，这是一个情侣大卡位，就是俩人站在这儿，然后从那个露台上往上拍。像这些是房梁吗？这是梁，但是这个地方我是用木饰面去包了一下。OK。就是您当时是学的建筑是吗？学的就是建筑。那是为什么要选建筑呢？因为那时候火。并不是，当时就觉得对房子对房地产比较感兴趣。所以那个时候您就是先是在国内读的建筑，对，然后又出去了，去了伦敦。那我想问，就是您如果要单从学术上来说，国内和国外的这个建筑学有没有比较大的差异化？我觉得差异还是挺大的。国内的教育，我觉得更注重功能基础，然后可能更偏实用一些。OK。国外也分很多，但我在伦敦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更未来探索性更强一些。它有的东西其实跟现实没有太大关系。明白。就是两种方式，都挺好玩。尤其现在做城市更新，大家越来越注重创意性的时候，我觉得还是多探索一些未来还是有帮助的。OK。那你当时什么动力去做这个自媒体啊？我首先有个契机是我就去年开始给杭州直播公司做项目，我亲眼看到这种自媒体的力量的强大。OK。我觉得自媒体的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让别人充分的认识你。对，就是直播，你现在有给你带来明确的一些的好处了吗？好处就是，我也希望通过我的一点努力，让这个行业看到更多的年轻有才华的设计师。我觉得他们正处于一个需要机会曝光上升期的一个阶段。我觉得我能够帮助到一些他们，虽然很多的这些设计师都是我的竞争对手，但是我非常开放，我觉得这个行业优秀的设计师应该抱团一起。所以您其实是希望就是大家一起抱团取暖，然后把这个蛋糕做大，还是把这个行业？蛋糕肯定是越来越小了，但是我觉得优秀的人应该得到机会优秀的年轻人更应该得到机会。明白。
那您怎么看待现在这个行业的一个现状和前景？我觉得悲观是一个主要情绪，但是我觉得我是比较平和的心态面对这个，因为我觉得本该如此，就是大量的建设，它只是一个很短的一个阶段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。就是咱之前总认为咱们中国人是特殊的，我们是勤劳的什么的，但是其实你要放眼到全世界，发现这就是自然规律。我们中国人也正在经历过别人的一个阶段。其实像大建设之后，必然要进入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。我觉得早晚会有这一天的，只不过咱们中国就是发展比较快，然后可能经历的事情都比较剧烈。